有迹象显示啊，俄罗斯现在是拉开这个架势啊，准备去打捞掉进黑海的那一架美国 MQ9死神无人机的残骸。美国在一边看着呢是干瞪眼，确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有消息称呢，俄罗斯这边是最先找到了这架无人机残骸所在的位置，大概吧是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西南那个位置，大概是60公里处的海底啊，那个地方的水深呢大概是800-900米深的样子，而且呢，俄罗斯已经把这个地方的海域就给封锁了，而且是准备打捞。要说起来啊，这个事件发生了之后，作为俄罗斯这方面呢，它是有更好的条件也更方便来确定这些位置。当然美国最终它也能确定位置，但是不如像俄罗斯搞得这么精确，特别是它掉到海里面之后最终会怎么样，美国那是上不了手，它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因为你坠海的位置大家都清楚，但是真到了下边它最后滑到什么地方，最后再停在海底什么地方，这个呢俄罗斯应该是掌握的最清楚的。你看美国他又派这个 MQ9前去侦察嘛，实际上他也想看一看俄罗斯想干什么。俄罗斯他是想打捞，据说呢，俄罗斯又要动用他那个老祖宗就那个公社号的那个大捞船。哎呦，那个历史可是太久了，名副其实的老祖宗，在沙俄时期的1912年的那个大捞船。去年的时候，乌克兰不是把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给干沉了嘛？他们当时俄罗斯就出动了这个公社号，想去打捞这莫斯科号。但是呢，莫斯科号太大了，后来这个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当然以后会不会再打捞，咱们也不清楚。但你别看这个公社号它是一个老祖宗，它可也真是有不少的这个功绩，在这个历史上真是打捞过很多的东西。在二战时期这个列宁格勒当时不是被围困吗？当时苏联就动用这个公社号还捞起过这个沉到水底的这个坦克。现在他们已经对公社号进行了各种的改进和现代化的改装，还是挺好用的一条大捞船。苏联时期俄罗斯的水下打捞能力呢，深海打捞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后来就慢慢衰退下去。现在俄罗斯的水下打捞能力那肯定是比美国差多了。那美国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强的具有这个深海打捞能力的这个国家，那远远是强于俄罗斯的。不过呢，美国呢你也只能干瞪眼，你有再强能力你过不去对吧？你现在是在黑海里边，也不说是别的，你就是要派船过来，你先得通过这个土耳其控制这3个海峡嘛，从地中海过来，你最先要过那个达达尼尔海峡，中间你还得过一下马尔马拉海峡，最后呢再通过这个博斯布鲁斯海峡，就是这个著名的伊斯坦布尔海峡，你再进入黑海，这根本是不赶趟。而且呢，说实话你也进不来，土耳其这边要是不敲一敲你美国你也别想那么顺利就进来。所以美国在这是眼看着他也没办法，干着急。那如果是俄罗斯他真去打捞这个 MQ9的这架无人机残骸的话，打捞上来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因为这个飞机呢首先这个它掉在这黑海的地方掉的不是很深，第二一个呢，它虽说翼展比较长但其实这个飞机还是很小的，打捞起来的难度那比打捞其他沉船和打捞其他的这种飞机那这个难度似乎要低一些。所以只要俄罗斯想要打捞呢，它的可能性这个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打捞上来之后，毕竟是从技术上对于俄罗斯去了解美国无人机的技术状态那是大有帮助，而且从政治上来说，那俄罗斯手上就又多了一张牌